选择一台高达带到现实世界，你会选择哪台？其实这类话题啊，与其说是讨论选择什么样的机体，不如说是讨论你想要做怎样一个人，再根据你的行为选择合适的机体。所以啊，此话题讨论的方式就显而易见了，根据你的性格来选择机体。咱们一个一个来啊。守序善良指的是遵纪守法、乐于助人、为人民服务的，基本上呢属于是跟着政府走的，以宣传本国国力为主的。那显然啊，就是闪光高达这样的奥运会机体最为合理了。本身设计出来就不是为了杀戮的，外观呢又很正，适合拿来做宣传，基本满足了守序善良的需求。当然了，魔女里边那些学院派机体啊，也是类似的道理。中立善良就是总体还是很善良的，但由于你的善良会抵触一些来自高层的命令，算是比较有想法的。但要注意的是，你不能太过分的强大，这样啊会被高层所忌惮，就像阿姆罗一样，一直被联邦政府防着。这种呢比较适合像死神这样的机体，能够执行的任务种类不算太多，主要都是斩首行动，定点消灭个别穷凶极恶的人。而实在不想执行上级的命令时呢，还可以开个隐身跑路，隐居生活。混乱善良，无视政府，不喜欢被组织和命令，但有善恶观，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儿。这种啊，就是日漫里边经常出现这种主人公了。这需要你有一定的独立性，比较经典的就应该算是 C 的终端机了。在保证自己的实力的前提下，不被他国所控制。那么少年，这台强袭自由你喜欢不喜欢？守序中立，做任何法律和政府要求做的事儿，遵纪守法的平民、普通士兵，这种其实最简单啊，直接混公务员再编职位的。机体呢被拿去量产你也能接受，反正最后给一个不错的待遇就行。像是各个作品中的初代主角机就比较合适。完全中立，背景板角色，内心麻木，不会去辨别善恶。如果非说要是高达的话，那就是陆战高达吧，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量产，能力呢也不算太突出，但又能让你体验开高达的感觉，这就够了吧。混乱中立，崇尚自由，抗拒管理，不喜欢服从，不刻意干好事或者坏事，有点类似铁血中的非政府势力了。那像巴巴托斯这些机体啊，就比较符合你的气质了，有一种放荡不羁的感觉。守序邪恶，有组织有纪律的干坏事，那就是各种反派 BOSS 机吧，有着自己的目标，而且机体强大到能够支撑你实现目标。外观呀，一般都透露着一股邪气，能让人一眼就看出来你不简单。中立邪恶就是纯粹的邪恶，那无疑啊就要选择00系机体，因为它有万能的质因粒子、无限续航，这是保证大家独立的基础，会隐身，满足了很多想偷偷摸摸搞事情的人的需求，能让机体变轻，这个其实相当重要啊，不然你一步一个大脚印子，早晚惹祸上身。能提供360度无死角的防御，使你拥有无双的资本，能使雷达等侦测手段失效，保证你每次搞完事情都能全身而退，简直完美。邪恶混乱，无组织无纪律，肆意杀戮。看到这个描述啊，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宇宙妖花，不但对 MS 这样的大型兵器有着相当的压制力，并且对人类啊也是有很强的屠杀能力。虽然呢它不是高达，但却极其符合混乱邪恶的需求。当然了，上述分类范围啊比较宽泛，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呢可能还会有所细化，并且每个人的喜好也不太相同。不知大家会如何选择自己的高达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哪一种高达的操作方式最为合理？在之前讨论高达的操控方式时，很多人认为片中的传统驾驶舱太落伍了，操作起来也太累了，并纷纷推荐全金属狂潮、EVA、环太平洋等作品中的操控方式。但这些毕竟啊是其他科幻作品基于他们的世界观所创造的，而高达作品内大家则是比较推荐脑控以及武德传的操控方式，但他们真的如大家想象中那么好用吗？今天啊就让我们再来讨论讨论高达剧中出现的最合理的驾驶方式是什么吧。咱们还是先来说说最传统的推杆加按钮的驾驶舱。我在之前的视频中讲过原理了，其实啊就像很多人所说的类似复杂化的挖掘机，大家有兴趣啊可以看看。当时呢我是拿山大斯的一系列操作来举例的，很多人表示这也太复杂了，根本学不来。但事实上啊，山大斯作为能开上陆战高达的驾驶员，已经是万里挑一的存在了。他的操作也是有着大量的实战经验和肌肉记忆的，并且啊，人家不但是要打出连招，还要涉及到木压、力回等技巧，这确实不是咱们这些新手能一下领悟的。就连我们常说的独角兽杂兵战场，那些杂兵啊，其实也都是老兵油子了，操作其实都算得上是秀翻天的了。真正符合咱们这些新手的操作，其实呢，就像这些排队等着送死的新兵，以及这种一堆人站桩输出的，
原因很简单，他们也操控不过来，就连基本的移动射击，就算他们在模拟战中练了好几次了，到了真正的战场上，面对着枪林弹雨，那没被吓尿裤子就不错了，不是大脑直接放空，就是手脚不听使唤。而且别提新兵了，就算是有的 ace， 战场上也有情绪激动的时候，也就只会推杆捅以及推杆捅了。但事实证明，你就算是只把推杆捅这一个操作练到位了，那也是能有相当不错的战绩的。这时有人说了，那说来说去，这不就是证明了传统驾驶方式太复杂，不适合新人吗？那为啥不去考虑更先进的脑控驾驶呢？嘿嘿，你以为传统的驾驶对新手不友善，脑控就对新手友善了吗？咱都不提脑控技术的准确率以及在战场上的抗干扰能力了，就假设这些问题在高达宇宙的科技树中都解决了，设备完美了，那你能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吗？要知道，大多数脑控设备的驾驶员都是 New Type 或者是强化人，他们所发出的脑电波强度是远超于普通人的，这样才能让设备顺利运行。就算有的设备亲民一些，普通人也能用，那你能保证你的脑子在战场上那种嘈杂的环境中会那么听你的使唤？人脑终究不确定性太多了，就像你控制身体时，很多动作其实都是通过肌肉记忆下意识完成的，而当这些动作都需要你的大脑来进行操作时，所需要的思考量就远超出你的想象了。更别提由于一些特殊的因素导致你的大脑放空走神，如果是传统驾驶舱啊，你还能下意识的靠肌肉记忆推一下推杆来进行移动，而一旦全靠脑控，你当时大概率就整个人愣住了，在战场上就是活靶子一个。所以脑控这个东西啊，学习成本是远比你们想象中要高得多的。你就这么想吧，学习开挖掘机和保持看到漂亮妹子能不动任何歪脑子的状态，哪个更难？不是我说啊，相信大多数人啊，看到漂亮妹子，别提能做到不动歪脑子了，估计那一瞬间你把孩子名字都给想好了。就这还想开脑控机？先出家学一下四大皆空吧，然后再来说说武斗传这种，说白了啊，就是体感操作。这个东西啊，其实完全经不起推敲。机械延迟有多少？机械是否能够完全实现人体的极限动作？机体摔倒了，驾驶舱里的你会有什么反馈？操作服如何让你模拟机甲现在的姿势？如果你当前的姿势与机甲严重不符，每次都需要先归位再重新制动，在战场上是不是破绽也太大了？如果你不归位，身体与机体之间的误差如何弥补？等等等等。所以说啊，单看高达作品《武斗传》这种显然是太异想天开了。那铁血怎么样呢？这种介于脑控和传统操作之间的驾驶方式确实相对合理一些，但问题就是太费驾驶员了。普通人估计打不了几场啊，就已经和后期的三名一样了。你人缘再差点，连高达阵估计都体验不到。这穿越过去爽几把以后就当植物人，属实有点不值得。而像其他作品，比如水星的魔女什么的，那说白了呀，就是极大程度的加强了 AI 的辅助能力，这个才是正道。但原理啊，其实又跟传统驾驶舱差不太多，只不过 AI 更强大，你的操作更加简洁。你看这说来说去，还得是传统驾驶舱加 AI 的组合，其他那些花里胡哨的呀，属实不适合咱们这些普通的穿越者。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宇宙那么黑，高达在作战时是如何看到彼此的呢？说实话，兄弟们，问我这个问题啊，属实有点超纲了，这已经跟高达设定关系不大了，这完全就是科普范畴的话题了。是谁逼你们来问我这个问题的？是你爸逼的还是我妈逼的？你妈逼的！可是这个话题啊，也确实牵扯到高达在宇宙中各种狗斗的合理不合理。于是啊，我就收集了一下现有的资料，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如果有错误呢，也希望屏幕前的大神多多指正。首先要了解一个大前提，那就是宇宙中凡是太阳能照射到的地方都是有光的。有的人可能好奇啊，太阳到地球之间的区域看起来就是黑漆漆的呀，这不是看不见东西吗？答案很简单啊，因为那一块没东西啊。咱们肉眼所看到的一切物体，除非它们自己能发光，否则啊都是通过反射光才让你看见的。而地球与太阳之间，除非飘过个陨石啥的，别提尘埃了，连个原子都不存在，也就没有能反光的物质，咱们自然啊什么也都看不见。所以只要高达在有阳光的地方战斗，情景呢是跟动画里边差不多的，周围漆黑一片，但唯独高达亮晃晃的。而且由于宇宙中没有什么云呀、雾啊、尘埃啊什么的，理论上啊可视距离应该比地球还要远上不少。那么高达之间看清彼此就再正常不过了。可问题也就来了，在太阳照射不到的地方，比如地球的背面，高达还能看到彼此吗？
从我手头查到的资料来看啊，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的。原理也很简单，那就是月光。虽然太阳直射以及衍射在地球背面中心部分是几乎不存在了，但太阳照到月亮以后所反射回来的光还是很充足的。就像晚上，只要我们不是在什么深山老林里边，月光都被树木给遮住了，还是能看到月光所照亮的物体的。只不过呢，大气圈内亮度会比较低，而宇宙中呢相对会好一些，所以基本上还是能满足高达之间的狗斗